This documentary may contain footage of strays in distress or injury. Please watch with discretion. 于山中捡到一只小懒猫，那天爬山溜达，只听见吱吱叫，可能是和树枝打架被锁喉了。应该那天爬山溜达，只听见吱吱叫，可能是和树枝打架被锁喉了。应该刚睁眼，可能是和树枝打架被锁喉了。应该刚睁眼睛。我闺女说，她和狗狗妈妈一天生日，这个头发长得非常像刚出世的孙猴子，还不会走路。她回头的样子也不会走路，她回头的样子也像唱麻雀那样丑帅。脱下外套抱回家，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是巨丑。起名悟空，翻出闺女小时候的奶嘴，好大的奶嘴。费了老劲，终于。哎呀，开始了！哎呦妈！家里有刚从外面回来的，吃饱了就睡着了。下楼扔垃圾，吃饱了就睡着了。下楼扔垃圾，一只流浪猫，一只流浪猫。我以为它来追孩子，就把悟空拿下来，想还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只猫有一具头尾痕迹，并不是来找孩子的。捡到第二天，继续喂奶粉，吃饱了晒的太阳。总算听了网友说法，第三天，司机拉大了。网友说不可能只有一个，我就又去捡到他的地方看看，可能是从这些石头缝里掉出来的。网友说不能喝大人的羊奶粉，于是从京东买了婴儿一段羊奶粉。捡到第四天，继续喂奶粉加刺激改变。不用送塑料瓶子了，新买的暖手宝到了，还是靠着暖手宝舒服呀。我闺女怕她晚上害怕，我给她整理整理。捡到第六天，继续喂奶。明显感觉好看多了。捡到第7天，毛发开始变顺滑。然后感觉好像能勉强走路了。放腿上玩，第一次看到它舔毛，开始往我身上跑了。捡到第8天，继续喂奶，吃饱继续睡，梦里还在打拳，估计在梦里打得起劲，拉在箱子里了，身上都是屎。那么就给它洗猫生的第一次澡吧。捡到第9天，听网友建议，现在开始盘它，要不以后长大了哈气我。开始练习走路了，4个腿各走各大。捡到第11天，继续喂奶，长大中。捡到第13天，傻媳妇说她给悟空找了个好家，原来是我刚买的猫砂盆。无语。捡到第15天，继续喂奶。学习能力很强，会用猫砂盆了，就是粑粑容易拉到腿上。捡到第18天，里程碑，它可以呼呼的走了。继续盘它的时候都会打呼噜了。继续盘它的时候都会打呼噜了。第21天，喊它名字会跑过来了。然后第21天，喊它名字会跑过来了。然后继续盘它。此刻它已经跟麻雀没有任何关系。第23天，喝奶粉，耳随奶动，哈哈。看，已经变得漂亮了。第24天，开始让它上床玩。是不是浓眉大眼？放一些它的文章，看看吧。第26天，会在我的手上撒娇了。还想兔子猫你尿在床上尿尿，截止到目前也是唯一。知道吗？以后不能在这尿了啊！第27天，会让你的鼻子喝奶。喝完奶，把大爷拿到猫砂盆。大爷还不会埋掉枝子，提上裤裆就走。这一天开始吃蛋黄了，里程碑。悟空还小，经常抓伤我，于是根据网友建议，在第28天给他剪了指甲。剪完指甲爬到了井边。1亿4500万年后的今天，小朋友们。第30天，单臂支撑喝奶。第30天，单
单臂支撑喝奶中。我只要打键盘，它就顺着床爬过来捣乱，基本没法玩电脑。第34天，我和姐姐玩。当天尝试加虾皮给吃，看来不能吃，在床上发现了呕吐，从此再也没吃过。看见我和姐姐下棋。第38天，里程碑开始吃羊奶泡猫粮，吃完并没有什么不适。这是他自己找的窝，每天下午在这里晒太阳。第39天，里程碑开始吃鸡胸肉，呼呼的叫，竟然有说自己做的事。第39天会自己来分辨了，里程碑牛逼我厉害了。这几天感觉他瞬间长大了，会吃会拉会粘人了，很神奇。一天趴着我的胳膊睡了，睡醒了还知道往上靠，这个时候感觉很治愈。第43天，我一泡羊奶粉，他就会爬我裤腿上，喝完会上我肩膀上，然后屁眼子对着我。第44天，里程碑添加鱼类食物，现在不太敢坐下，他会上来，我又不舍得起身，现在不太敢坐下，他会上来，我又不舍得下去。第45天开始教他文化课，第45天开始教他文化课，如何正确的识别老鼠，为下一步的流浪生活做铺垫。第46天，猫生第2次吸氧，不好吹毛，怕它吓坏了，先包起来安慰。第48天开始尝试吃猫条，今天换了个口味，终于开始吃了。这是一段信任的时光，以后他再也没在我身上这么四眼八叉的睡过。第49天，灌奶小家伙饭量越来越大，早上起来基本上只喝掉50毫升奶。第51天，姐姐放学回来，拥着他往红岭进。第50逆子之风开始。第54天，猫生第1次吃面包片。同一天，猫生第1次吃鸡胸肉刺身，锻炼下肠胃，万一哪天生气出去。姐姐也非常喜欢它，给它画了一幅写真。第55天，里程碑，突然发现它知道收爪子了，踩到肉上的时候爪子就收起来了。第57天，开始吃逆子测试。为了更有力要求。第61天，看不让摸了。第62天，里程碑彻底不用奶瓶，长大了。妈妈给我购买的沙发抱着，睡起来真舒服。第65天，猫生第1次看到雪，有点懵了。第66天，外面下着大雪，我们爷仨一起睡觉，惬意啊。第70天，1个周前做了内外曲肿，于是决定开始给他进行疫苗接种。第一次接种相对非常顺利，是相对顺利。虽然你看他要做出养医生的动作，非常神奇，为后面接种埋下了基因生命。这一天，第1次疫苗打完回来就抱头呼呼睡大觉。最近爸爸妈妈总说这《悟空传》，姐姐试错了。姐姐写了一份考答书，我给你们念念。悟空第1，我第2，不过确实有点对不起闺女，分散了对她的爱。第74天，训练她的狩猎能力。训练完毕，做这一阶段是悟空和我最好的时候。他会给我舔皮肤，还会亲我嘴，还会在姐姐的怀里睡着。我想起来，从打完疫苗后，感觉他突然懂事许多了，可能是出去感受到外面的人很凶吧。第75天，第92天，猫生第2次接种疫苗，这次来先放出来观察环境。这次换了一个医生，还是蛮温柔的。于是只能摘了给他打疫苗。医生开始陪姐姐写作业，陪爸爸打电脑。突然听见他嗷呜一声吐出了绿色液体，想着先观察1天，结果第2天又是吐。吃了鸡，我联想到是否去医院感染了猫瘟，于是在线咨询医生，下单药品。
找跑腿马上把药取回，让店主给我加上益生菌，不吃不喝1天半，基本上都是睡觉打眠，眼神中充满呆神，有点后悔。药物到后，掰开嘴直接上抗生素，用针管强行灌注调理肠胃的药物。第二天半血复活，太高兴了，看来不用测猫摸了，差点以为他要挂了。第100天彻底康复，他可能感受到了无限的爱，有些膨胀，开始上餐桌挑战我爸，并且胃口大开。第109天，在床上发现他掉落的乳液，当时不知道，直接扔了，太可惜了。妈妈把悟空弄丢了，我非常生气。我告诉他，开门出去一定要关死门，不要虚掩着。结果悟空在外面待了40分钟，没被发现，想想都后怕。幸亏没走远。第122天回家做客，留下悟空一个猫在家，我们全家每个人都牵挂着悟空，害怕他饿死。尽管我们准备了充足的粮食，终于在第123天凌晨从监控中发现了他的身影。启航，一刻也不能再等。马上返回，终于看到悟空了。我想他应该也想我喝个药。相信你内心一定是喜悦的吧。第124天，从医院把第3针疫苗取回来，准备自己动手打。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打滚。这是我第2次听见悟空哈人。第127天，姐姐也来争取让我抚摸她。鉴于上次的丢猫事件，妈妈给悟空买了一个项圈，上面刻上电话号码，以防万一。第133天，随着悟空的回家，我开始为他跑出去媳妇的身上。来，过来，这一天过来吧，这一天在单元过来吧。来，上桌上吧，我这。看起来他天气太冷了，收养他怎么样？你们觉得如何？当天传来一个噩耗，为了拿爸爸快递，姨妈关门把悟空推进城。据说当时妈妈捧的娃娃，事后看监控悟空捧的娃娃呢，真是兴奋死我了。到家后立马带他去医院，医生说大概率不是骨折，回去观察几天吧。睡了一觉，第2天悟空竟然基本康复了，被揍完了。现在早上醒来，开我的门，放开，哎，漂亮，他就会跳到我身抱着上，让我抚摸。第146天，我再次看见了一只三花，4道号紫霞，很兴奋。看来他扛过了那场大雪。直到后来看手机里当时的照片，发现并不是他。我好好安慰了下悟空，我一定帮他找个好老婆。当时没抓住三花，冻死了。悟空不爱吃鸡胸肉拌羊奶，我开始把猫粮作为他的主食了。里程碑，闻了闻好像也不太是，那我只能慢慢引导，用手捧着它，吃一点都是趁他睡觉时才可以，包括体外驱虫也是等他睡觉才能操作。先抚摸去，第2次我利用他对我的信任，他喜欢趴我腿上的时候，我一顿抚摸，各种操作，成功了。第169天，时隔36天，我在楼下又遇到了那只三花妹妹。这一次我决定实施抓捕，很激动。悟空不能再次失去紫霞，正好我买的抓捕笼也到了，开始按照说明支起笼子。先在周边放一些鸡胸肉，已上钩了。刚被抓住，看起来他挺害怕的，但是我现在非常激动。这一天，我像往常一样手拿鸡胸肉，怀着愉快的心情推门而入儿媳妇的门。眼前的一幕，我突然发现他消失了。开始我还以为他可能藏哪里去了，我就到处，因为屋子里味道太大。这期间我是开了窗户一道缝的。一想到这里，我汗毛竖立。如果是因为他跳楼了，我真是罪过。我拔腿就往楼下跑，我这可是30多层的楼，他掉下来估计能看见躺板板。怀着忐忑的心，在楼底下，我就继续在家里找 XHS 上各种查猫猫可能躲着的地方，你能想到的我都找了一个遍。第5天，捡到悟空的第175天，我还是想来看看紫霞是不是真的不在了。刚到次卧，我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。我今天是带着悟空来的，当时光顾着兴奋，忘记把悟空赶走了。这个紫霞还没体检，万一……于是我立马终止搜查，带悟空回家。这都是缘分啊！今天是愚人节，这么跟我开玩笑吗？回到家给悟空洗个澡，好久没洗了，开始对主卧进行地毯式扫荡。我早该想到，他在主卧拉粑粑，藏身之处应该也是这里。就在我又要怀疑科学的时候，我在驱赶的过程中，他自己进了这个卫生间，正好，就先把你锁在这里吧。我就回家了，然后晚上我翻看监控，要不然我又得找他。我
开始萌生了放了他的念头，拉尿也控制不了。他可能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姐姐，她表示反对，还说我仗势欺人。我仗谁的势啊？对呀，我想把紫霞用成泥水，结果失败了，我们只能在这里躲着。跟网友合计，可以给淋浴门留个缝，把推拉门用胶带粘住，看你往哪里跑。紫霞共计越狱3次，这次最为烧脑，毫无悬念的又越狱了。总结紫霞越狱步骤：一，我决定还是启用抓捕笼，把她再关到卧室。又是智商爆棚，她竟然会虚晃一枪从笼子里退出来，但最终还是没逃脱我的厨艺。那个黄金床垫已经让我扔了，这屋就随便紫霞折腾吧。但经过我这一顿折腾，恐怕我又得重新和紫霞见。现在的悟空到了青春期，除了有点叛逆外，还想老婆。他的耳朵比狗还好用，电梯一动，他蹭的就爬到门口。我们全家都在找，就是没找到。我的大脑飞速运转，推断他可能去哪里。注意看这一户，因为装修没封窗，我以为他跳窗了。就当要走的时候，他突然跳在这个窗户这里，然后又跳下来喵。现在这种情况不能强行捕捉，只能智取。于是拿了逗猫棒吸引他。跑出房子后，我看他迟早要流浪。悟空喜欢上小洞洞里喝水，那么我就给悟空做一个洞洞饮水机，完全模拟了我杯口的大小。开始悟空不太适应，不断的在观察这个玩意，不大一会儿就知道把头伸进去了。之前是这么喝水的，喝茶玩水。最近他喜欢上了吃叶子，我寻思着是不是馋猫草了，搞破坏训他2句还不愿意，我趁着新鲜给悟空吃上一把。起油烧锅，放入猫草煸出香味，然后倒入猫肌肤感化有了进展。对，就是这只小三花，我当时一眼就看中了它。于1个月后进行了抓捕。这是抓获紫霞的第13天，他对我的敌意还是蛮大的，上蹿下跳。这次我是带着驱虫药过来的，先把肚子的虫子给他打，把药粒。紫霞17天吃鸡胸肉。要吃啥吃啥啊，有数。让他熟悉我声音、气味，开始一点一点的投喂食物。我的鸡胸肉就像子弹一样，让他害怕，眼神中。紫霞35天，里程碑。钱。他竟然会朝我这一刻有点想哭，继续抓猫粮过来来给你看。然后我还是想让他带上牵引绳出去熟悉下环境，这样他即使跑丢了，也知道回家的路。尝试用猫条吸引他注意力，趁其不备扣上训位。我想起网友说的迷晕大法，就各种查攻略，终于让我找到一种方法，先来试试剪指甲。哼，效果不错，迷魂汤2个小时，来泡个熏味试试。最后终于在悟空吃猫粮的过程中扣上了，扣好像有点松啊，算了，就这样，改天出去溜溜。悟空209天，尝试紧，可是给他紧扣麻烦的要死，我要放弃了，下次给他弄个玻璃笼子拉着出去玩吧。悟空201天，和爸爸一起组装电脑主机。悟空的视频我存了100多个 G 了，剪辑也变得非常卡顿。于是准备装一台电脑用来保存。刚买的显示器没撕膜，悟空热心的帮我撕掉。4K 显示器第一次用，悟空这种捣乱其实挺好的，说明他喜欢跟我在一起。这孩子除了智商差点，其他都挺好。你玩我鼠标垫，我用白纸还不行吗？答案是不行。